Hello， 大家好，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打算做一件事情，就不断的被打断，打算出门，眼睛就狂跳，准备和别人约会，这个约会却是因为各种事情不断的会被取消掉。这种事儿在生活中应该太多了吧？最近我新学到一个知识，一个概念，终于让我明白这些都是为什么了。而且今天的视频你看完之后，你将不再是你将是你周围人眼里神一般的存在。这个知识，这个词叫做外挂、外应、自然语，就是把互不相连的两件事通过心觉在时空上相互联系，通过一件事情的结果推测出另一件事情的结果。说简单点，就是外部的环境给你当下正在想、正要做、正在说的事情一个预先的提醒、警告。这个概念呢，来自于易经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善易者不占，知易者不卜。啥意思呢？就是真正学会易经的人，他不用占卜，就看身边事物，就知道这件事情将来会有的走向。到后来直接就发展成一套学术，叫梅花易数。梅花易数全名邵康节先生观梅猜字数全书，一听这名就知道邵康节写的。邵康节呢是北宋的一个大狠人，理学家、数学家、哲学家、道士、诗人，创立了梅花易数。邵康节有一天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赏梅花，就看见梅花的枝头呢有两只鸟在吱吱叫，突然的这两只鸟一起啪摔地上了。事出反常的是谁要作妖啊？于是邵康节就卜了一卦，卦象就显示少女大腿受重伤。于是他赶快把家里所有人都召集来，跟他们说，这两天如果有少女过来折梅花，你们千万别阻拦她，别给人惊动了，容易受伤。第二天晚上还是发生了少女腿受伤，原因是有一个看梅花的人，昨天呢大家都召集在一起说这话的时候他没在，可见众卦必应。但是我也不会卜卦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邵康节先生是易学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，可是据传言他的儿子却是个大聪明。邵康节使尽浑身解数，他儿子说，我要学明白一点易，那就算我输。于是看着自己十分争气的儿子，邵康节就把他毕生所学融会总结成精华再精华，创造了一套特别简单的断吉凶的方法。这套方法就像你我这样不会卜卦、不懂易学的人也能非常轻易的掌握。别看特别简单，但是却奇准无比。问题是啥呢？这东西是人家用一生时间总结，那能随便告诉别人吗？就不管男女吧，他都不传，气得后世的男士就骂他，就说他推算历史确实准，可是呢，怎么推算的他却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就是失传了。但是这套特别简单断吉凶的方法，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到，只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，这是易学的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词儿，这么一个知识。比如说吧，一出门看见今天天气特别好，喜鹊在枝头上吱吱叫，想一知道今天肯定万事都顺利大吉。但如果今天一出门啪嚓就摔个跟头，那想也知道今天多少都会有点坎坷。大概去年的时候，突然发生了一件对于我来说特别恐怖的事情，我当时完全慌了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赶紧往事发地去赶。这时候呢，大皮皮就问我现在几点，我就把手机点亮一看，11点11分，天使数字啊，这是好意图啊。我就想，好意图怎么可能呢？都已经发生了，再好它又能好到哪儿去呢？到那儿了吧，也是赶得特别巧，就正好碰到一个人，他对这事儿吧还多少有点了解，他就跟我们说了经过，应该怎么说，应该找谁，全都告诉我们。除去遇到这个人的时间，剩下解决事情的时间一共就花了10分钟。我当时除了千恩万谢的感谢好人大哥之外，也觉得天使数字它真的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就好像真的有个天使跟当时慌张害怕的我说，别害怕，这些都没有什么，是小事儿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周易大传中说，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
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就说啥意思呢？伏羲当大王之后吧，他就看天看地看万物，到处看，把他所有看到的万事万物总结归纳类比成了8个图案。而我们现在五卦占卜不也就是用这8个卦各种组合，然后再根据这个图案接触的意识推断事物的走向吗？而像我们这种不会卜卦的人，当我们仔细想一件事情，想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发展呢？当我们在思考，当我们在仔细研究、仔细想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当下所看到的情景、外界的环境和内心的感受，这不就是相当于卜卦给你卦是一样的吗？我们所看到的万事万物不也包含这个意义里，包含在这8个图标里，只是这个卦它不是那个抽象的被总结的图案，而是现实当中实体的事物。就像武林高手一样，有的喜欢使刀枪剑戟，有的喜欢使斧钺钩叉，但是最厉害的高手他可以什么武器都用，他可以用什么小花小草啊、小石子啊、扫把，他全都当武器。而我在仔细思考或者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当下耳朵听到的、眼睛看到的、心里感受到的，也是一种卦象，也是给你的一种提示信息。说到这儿吧，让我想到荣格的共识性同步性了，就是2个不相干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为啥就有着莫名其妙的联系。因为万物相连呢，易经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那你说这个所有的万物不也是从这个太极当中分出来的吗？所以这个万物就是彼此相连的。而这个太极当初分出来2个，又分出来4个，又分出来8个，这个同属一类的，它都有固定的规律，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吉凶定数。在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一丝萌芽的时候，即使是鬼神也不可能知道事物的走向。而这个事物一旦开始了一点点的萌芽萌发，就一定会出现各种预兆。不只是荣格知道这个道理，很多先贤都知道。战国时代的鬼谷子，事有释然，物有成败，机微之动不可不察。就说啥呢？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成败，它会有细微的变化，都是我们可以察觉到的。诸葛亮善于的八阵图就是文王八卦方位图，袁天罡做的推背图的排列象序就是64卦嘛。他们所用的占卜方法各不相同，但是其实的底层逻辑和原理是一样的。李淳风可以通过鸟来预测吉凶，特别像被赫尔墨斯偷了牛的倒霉蛋特瑞西亚斯。特瑞西亚斯呢，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一位盲人预言家。据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上介绍，特瑞西亚斯的预言能力特别强，甚至经常会被请到冥界去做预言。而赫尔墨斯，我们这期聊到的希腊版智慧之神拉，就表示非常不服，究竟能有多厉害呢？我要跟他对线。于是赫尔墨斯就偷了他的牛，然后还仗着特瑞西亚斯是盲人，光明正大的跑到人家家，跟特瑞西亚斯说：“你牛丢了。”特瑞西亚斯一听自己牛让人给偷了，就赶紧拉着赫尔墨斯来到了屋外，对他说：“如果你看到任何的鸟飞过去了，你就告诉我。”这时候呢，一个老鹰飞过去了，赫尔墨斯就告诉他，特瑞西亚斯就说：“这老鹰当时没在现场，他啥也没看着。”这时候呢，又有一只乌鸦落在树枝上，一会儿看看天，一会儿看看地，到处在乱看。赫尔墨斯又把这个告诉特瑞西亚斯，特瑞西亚斯说：“这只乌鸦对天地神启示，在他漫长的牙生中，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”偷了别人的牛，还到人家家里来炫耀，是不是很像？都是根据这种小动物进行预测的。还有东方朔的摄附之术，摄是拆，附是盖，就是啥呢？盖上布拆东西，然后再根据盖布之后当下的情境起卦，猜这里头是什么东西吗？东方朔玩这个特别厉害，没有人能玩过他。但是啊，如果他到现代应该不好使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李世臣的书，训练小孩用手指识字，就把眼睛闭上，用手指就能猜出来字儿。而且这小孩比他们都厉害，不用起卦占卜，直接就能说。为啥小孩那么厉害呢？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也都有，易经当中也有介绍，感而遂通，就是啥意思呢？当下的感受就是对事件的一种映射，
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第六感、感应、灵感。只要我们内心足够的平静，当下内心升起来的感受就是一种卦象给我们的一个提示。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微信聊天，大概吧刚聊一句或2句，我突然心里头就感觉很烦躁啊！果然我朋友遇到了很多糟心事，感情纠葛又影响了事业，总的来说不太好。从下午一直聊到10点，一到10点我就开始不停的打哈欠，不停的打的眼泪都开始出来，哗哗流。然后我就问我朋友，我说你很困吗？你有那么困吗？然后他就问我你咋着的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特别厉害的能掐会算的人啊？就他们也不用看到那个人，也不用到现场，就能远程的找东西啊、找人啊，或者是抓犯人。但其实我们自己要预测，有很多时候吧，尤其是自己的事儿，就不希望往不好的方面发展，都不想往那方面想。那你说能准吗？或者是朋友、家人，我们就会有一种主观的代入，就觉得他干不出来那样事，所以这种很容易不准。根据我多年乌鸦嘴的经验，我就发现越是反常的，第一时间升起来特别强烈的感受，一般都是特别准。我们这些聊的嘛，我和大皮皮在窗前看着外面下暴雨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突然间想到他篮球比赛了。我心里的一种强烈的感受是一个答案了，外面的环境也给我一个答案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那比赛比不上。他说老生气了，他特别想要打篮球比赛嘛，虽然他根本就不用上场，因为他是替补，但是他也非常生气地跟我说，怎么就比不上了？我们篮球馆在室内。你说我一个纯属猜的感知声吗？赶紧就跑了。然后下午他真接到电话说篮球比赛不比了，给他气坏了。然后我就想，难道我嘴这有啥问题？现在一看根本就不是。当有的时候我遇到特别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那肯定就会很慌张很着急，但是在内心的深处会感觉很安定，就是告诉我没有事儿，然后真的没有什么事儿。反而就是那种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就突然间也是感觉很慌，就说不要这么做，不对，不可以。大家都会说你，你一天别老大惊小怪的，神神叨叨的。最后这事儿真的发生了，应验了，他们又说我乌鸦嘴。接下来就是在我生活中经常出现规律和现象，比如说吧，左右眼跳都是代表着不好，可是我在左右眼跳的时候，不管左眼右眼跳，啥事也没发生，好的也没发生，坏的也没发生。但是我在左右眼跳的时候，出门真的是格外当心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个人一开始让你不舒服，哪怕后来他让你感觉很好，但最后的结果也都不会是很好。还有，如果你要出门感觉特别焦虑不安，都是在提醒你不要去，你一定要听劝。前2年我开始买房子嘛，有一次我和大皮皮第一次去一个售楼处，我们当天就非常相中那个房子，然后在看房子和售楼员交流的过程中呢，我有点记不住了，大皮皮问了售楼员一个什么问题，好像类似于就是问公摊，说他家公摊稍微有点大，这个问题就触发了这售楼员的某个开关，这售楼员画风就开始突变，从刚开始的阴阳怪气到极其敷衍，再到一声不吱，最后他甚至不愿意再多看我们一眼了。没办法，我俩只能走。出门之后呢，咱俩又开始研究房子，挺相中，改天再来。大概吧，不到1个星期之后吧，我俩就又去了。快开到大门，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真的有点记不住是谁打过来的了，就叫我们必须马上去到一个地方。于是我们都到门口了，就是没进去上。我这个人轴啊，第2天我们又去了。到门口，他有一个负责登记接待的小女孩，就问我们俩之前来过吗？之前打过电话吗？这么多年了啊。那一次我和大皮皮出奇的默契，一起回答没有。好的，您这边稍等，这就给你安排一位销售顾问。于是那个女孩就又出去来了。就在那一刻，我觉得命运呢将我们3个牢牢的锁死了，就不管咱俩想啥办法，最后都是他出来，双方都很尴尬。于是我们就又走了。我出去之后，我就想，我就不信了，回我还能碰到他。过2天还来，过了2天，我们真的又去了。确实，我们当时太喜欢那房子了，仿佛被那个售楼处下了降头一样。但是在去售楼处之前呢，是先要去我老舅家取下户口本。于是我那个爱喝大酒的老舅就把我们扣下了，他给大皮皮给喝躺下了。我心里这个气呀，破老舅捣乱的老舅。之后呢，我老舅就把我们介绍给
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亲舅舅订了另一个挺坑的盘，就是反正这个房子没订上。大概过了1年之后吧，这个房子是这一个区降价最狠的房子，如果我当时买，至少赔40万。就我这么说，不是特别敏感的人都已经感觉到太坎坷了。但是当时让我收手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要不是钱被牵制住了，肯定定了。类似于像这种一直受阻碍啊，天气啊，出行各种方面受阻，你也都一定要注意这些情况。不是说一定不要你这么干，只是在这个时间做这件事情它不是最合适的时间。还有呢，就是给别人打电话呀，占线或者关机啊，你大概要问要说的那件事呢，也不太能成。类似于这种姻缘上面总见不到面啊，总有各种阻碍啊，或者是在介绍的途中出现什么岔头了，你一定要注意。如果你给别人打电话，打一声就接通了，代表急顺利。如果别人给你打电话，这个电话是扣过来的，或者是你想要拿电话挺费劲，也多半代表着这个电话打过来不是说什么太开心的事。但是积德转运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在你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，如果你看到其他人积德行善，不失放生，都代表着有转机，事情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就像我这些聊的那件事情刚发生，然后大皮皮他爸马上就打过来电话说要手机，完了我爸又有事找我。我当时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就是我只有把他俩事办成，我的事才能办成。事实证明他真的有关系，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让我行善啊做好事的机会啊不是很多，所以尽量在生活中与人方便。这些一定是发生在你在想一件事情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或者是谈论到一件事情的关键节点上，它才是最灵验有效的。如果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不要这样做，那是走火入魔。小鸡儿叫不出门了，风刮大点不干活了，这是你特有的天人感应的能力，千万不要变成自己吓唬自己的武器。关于这些外境的吉凶征兆呢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天机谢应歌》，里面讲的特别全，而且它特别长，有很多都是我们经常听老人说的。我说几个看看你有没有听过的。房内水响声不停，家中必定过安宁，剪刀习惯鞋左倾，夫妻终究必断情，碗盘破碎应速打，旧物不去心不生，春节打牌若是赢，一年之中有喜庆。是不是有好多都听过？这首歌非常全，你一定要灵活运用。就比如说吧，这首歌说左右眼跳皆不及，左眼失财诱惑行。就我真的是试过了，哪个眼睛咋跳没有任何事发生。这首歌人也告诉你了，天机卸在感应中，妙用灵机要变通，人家告诉你要变通。然后我将这个非常长的歌放在了下面说明栏。现在看到这儿的你已经成为了一个未卜先知的大师。作为大师的你，在出山之前送给你一段话：参透玄理知谢应，高山流水少知情，十尺神妙语不薄，天机莫与愚人轻。就是说吧，世界上特别懂你的人并不是那么多，遇到不相信的杠精或者大聪明，你就别跟他说了。他要是不相信，你也不要跟他争辩，不信就不信吧，反正你自己会用，能趋吉避凶就行。这也是从小到大乌鸦嘴最深有感触的一句话。切记切记，作为大师的你现在已经修成正果了。我们有缘再见，告辞。